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从今天的云图上来看，我们发现市值排名前100的币种，大多数呢都处在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那么只有 LTC 出现了上涨，我们也看到了 BGB 也就是 Bitgate 平台的平台币交易所的平台币出现了上涨。那绝大多数币种呢，市值前100的这些币种都处在了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打开云图的全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红色区块显示的特别多。所以呢，目前由于比特币的一个下跌过程，一个调整过程，在减产还有48小时的减产之前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多数币种呢都处在一个震荡调整甚至下跌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很多山寨也跌了很多。但不用担心的是，48小时之后呢，比特币将会最终减产。我认为一轮牛市行情在比特币减产之后才会真正爆发。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今天比特币的走势，我们看到今天是略有反弹的，但这里的反弹呢是在非常岌岌可危的状态下，甚至呢在昨天创出了接近6万美金的新低之后才出现的反弹，是走的相当弱势。这里面出现了不断的诱空，但是从结构上来看，我们看到本轮行情比特币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已然形成了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这个结构呢，我们可以用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去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发现目前这个收敛三角形处在一个近焦点的这个区域，在近焦点区域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看到73777美金高点出现之后，形成了一个长达1个月的横盘震荡整理。那在这样的一个整理过程当中，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跌破，那么与之对应的下跌的过程，一旦形成下跌的收敛三角形，在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也同样是容易发生变盘。我们认为下跌收敛三角形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的变盘是容易出现反弹的，因此呢，比特币的反弹可能会随着它在减产之后的到来而逐渐展开。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依然看到了周线级别比特币虽然出现了调整，但是它这个调整过程依然处在3月4日这周悟空阳线出现后它的一个开盘价的上方，目前的价格依然在开盘价附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开盘价是62164，当前价格61500，非常接近于这个开盘价，依然处在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因此呢，当前仍然判断悟空阳线出现之后，连续6周的震荡整理处在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当前的震荡整理下杀调整过程依然处在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对悟空阳线的理解，就是处在悟空阳线势力范围的干扰性 K 线，我们管它这组 K 线叫做妖怪性 K 线妖怪 K 线。那走完这轮妖怪 K 线之后，上方我们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也就是说第4轮次本年度第4轮次比特币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认为能够接近或者突破10万美金大关。然后呢，我们回到当前的这个4小时结构当中，可以看到这个4小时结构是在73777美金高点出现之后，一路下杀，然后震荡整理之后形成收敛三角形，接近近焦点附近发生变盘下杀，目前也同样形成了新的筹码缺口。那在未来比特币减产出现之后，我认为这个筹码缺口也要进行震荡整理修复之后，才容易酝酿一个多头行情。所以呢，目前的调整过程需要我们更多的耐心去等待调整结束、回补结束。我们可以看到去年2月份今年2月行情当中也出现过这样的一个震荡整理，然后发生突破，这里面也包括了从23年12月份到24年2月份这里的震荡整理，在4小时级别上出现下杀回补，然后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然后突破。那再往前推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横盘震荡整理发生突破。再往前推呢，就是减产牛市之前10月份，我们这里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前面也是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走势相对来说比较复杂，跌破之后修复震荡整理发生突破。因此呢，我们不用担心的是当前的牛市行情依旧存在的情况下，虽然出现了跌破前面的结构，但是跌破的这个过程也属于结构当中带给我们更多便宜的筹码。这个结构一旦发生修复之后，会在近焦点区域后方绕行上来因此呢，当前的调整带给我们多头更多的一个机会。我们不认为比特币的行情能总是持续拉升，不经历整理震荡，不经历调整下杀过程就一路向前，而是反复形成结构之后破坏结构，甚至是在拉升过程当中破坏这个结构，然后重新震荡整理，或者是在跌破这个结构之后重新修复这个结构，然后重新出现拉升过程。那么目前我们看日线级别
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和200日均线还距离我们价格很远，所以呢，并不需要更多的担心。这个趋势呢，依然处在一个上行的过程当中，只是行情当中很多包括次新币啊，包括一些很热点的，甚至是DeFi板块、热门板块的一些在前期涨幅过高的山寨币出现了一轮快速下杀，让市场当中非常恐慌。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比特币、BNB，甚至可以说是以太坊，它的下跌幅度啊，在这些主流币当中并不多。所以呢，对于牛市行情，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并且呢，坚定守住自己之前底部筹码为什么说要守住这些底部筹码呢？因为我们知道时光无法倒流，那么之前的位置一旦丧失的话，比如说在上涨过程当中的调整阶段，你丧失这个筹码，在未来很难找回因此呢，在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位置很重要，趋势要把握，仓位要控制抓住这几点呢，往往能够把握这轮行情牛市大的一段获利。那就这一点呢，我在去年几乎讲了一整年，所以呢，这里面不再赘述。然后我们看一些热点的山。从今天的热搜板块来看，我们看到排名第一的沸腾的这个指数，热搜榜第一的是 OMNI， 这是刚刚上线 Binance 平台的一个新币种，涨幅是比较虚假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这里面上涨幅度比较大的是BOME， 这是涨了4.21%，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猛魔币种，猛魔板块的币种。然后今天我看到有人说BTC 板块的猛魔币呢是道指 ，ETH 它的一个领军人物，领军板块领军的猛魔币是史币SOL 板块当中。比较牛的是 WIF， 那么 BOME 呢也是 SOL 板块当中的一个猛魔币种，上线3天之后呢就在 SOL 链上开盘3天之后就上线了 Binance， 所以呢我认为 BOME 在未来可能会有一定的表现机会。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轮行情它事实上走出了一个结构，那这里的结构呢，我们用4小时级别上可以看到，首先呢做了一个收敛三角形，那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跌破，然后跌破过程当中我们在日线级别不断切换这个时间级别，然后找到它运行的方向。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悟空阴线、八千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急速的下跌。那从上涨到下跌，这个最大跌幅达到了62%，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跌幅。巨大下跌之后，目前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底部的这个位置就是悟空阳线的开盘价，是我们的止损位。这个位置上，我们应该保持有一个小小的观察仓。有了这个观察仓之后，有了止损位，然后上方我们对 BOME 的预期是能够走出日线级别对称于下跌的一个反弹甚至上涨过程。那么在这个位置上进场之后，就要把这个止损位设在悟空阳线的开盘价呢，上方呢可能会发生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与之下跌对应的反弹吸油可能会在这个位置上出现。然后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成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下方形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到小线级别的横盘整理过程。在这个整理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小线级别上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是有底边线的，那这个底边线呢也可以作为我们入场之后的一个止损位置。那么有了一个小时线级别、5日均线、10日均线的一个突破结构的一个过程之后，那么如果在未来在小时线级别上能够在5日均线、10日均线突破144日均线、169均线和200日均线如果这个两条短线的均线突破长线均线之后，将会引发它的一个爆发式上涨过程。当然了，目前是处在一个接近小线级别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应该有仓位，应该进行观察，但是也是要设置一定止损。毕竟呢，对于 BOME 上线 Binance 之后，价格一路下跌，它是有一个下跌趋势的。那在这个位置上进场一定要小些。如果能够发生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因为这个位置上有了标志性的阳线有了这个标志性阳线就可以布局一下子。但是呢，也要设置止损，防止它进行什么呢？周线级别因为周线级别上它有悟空阴线、八千阴线，如果能够出现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将会是非常恐怖的。所以呢，进场这种有可能发生又多 K 线的这个山寨币，是一定要在仓位进场的同时设置止损的。但是这个位置上确实有标志性的 K 线，这也是符合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有悟空阳线之后是可以考虑有一个仓位的就是我们认为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这里面考虑进场的同时，也要考虑止损，因为这个悟空阳线有可能被斩杀掉。如果被斩杀掉的话，悟空阳线被杀死了之后就不再存活了，只有耐心等待后面出现再次的悟空阳线之后，才能出现一个新的上涨吸油。也就是说，悟空阳线有可能是假的所以呢，要在进场的同时设置止损，要把这个仓位控制好，才能够在未来有可能出现的趋势当中获利。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我订阅购买。感谢大家，再见。